大家好，我是將軍最愛的 AI 主播李東基。影片正式開始前，為大家播報一則惡搞 freestyle， 純屬諷刺搞笑，非前世新聞，僅供娛樂。昨天夜裡，信息財迷們的將軍睡不着，坐着他的專列連夜趕到所在現場。由於沒有休息好，將軍連走路都不穩，還需要人攙扶。將軍急切地想看看所在的天氣情況，於是不顧自己的安危，連救生服都不穿就坐上救生艇。將軍還說自己的密度皮鞋小，就算掉下去能浮起來있습니다。在巡視途中經過一片被淹沒的道路區時，由於救生艇駕駛員的疏忽，海將軍差點被樹枝爆頭。將軍後及時替某人的頭髮當場下令，讓駕駛員可以下輩子擦開船了。經歷了一番危險的跨艇巡視後，將軍終於回到岸上。將軍還不過把乘龍長開着他的雷克薩斯在泛濫的洪水中跋涉，來到所在的天間地圖，親切地與災民們交談습니다。最後，將軍來到了安置災民的帳篷營地，災民們對將軍的到來非常感動，都蹦蹦跳跳地哭泣。有的民眾還向當地官員反映說，很擔心將軍的身體。曹將軍太老了的身材都和正常人不一樣，看上去像是過勞肥。年紀輕輕就要管理這麼大個國家，真是不容易，不像我們一樣苗條健康。視察結束後，將軍把用專列從平南帶來的救濟品發放給現場的災民們，大家都高舉雙手，蹦蹦跳跳，感激將軍的恩情습니다。將軍隨後在他的專列上向災民們發表了講話。在現場，大家還注意到一個細節：將軍專列上停着的邁巴赫還是之前的那輛。將軍為了想出錢來給大家救災買糧食，都不捨得還新款。將軍的恩情怎麼能還得完？在這一刻，人民的邁巴赫顯得更加閃耀。最後，讓我們帶着感恩的心口呼金將軍萬歲습니다。在北韓的太陽濾鏡下，一場關於金正恩視察洪災的電視報道，硬是被拍成了將軍的豪車展。豪華的太陽號專列像是無意中被拍到，停在專列上的邁巴赫，還有將軍在洪水中行駛的雷克薩斯豪華 SUV。這不免會讓人產生一個疑問：在災區開着豪車視察，難道不會讓災民覺得這是在炫耀而引起不滿嗎？但仔細一想，可能畫面中那些災民根本沒有見過邁巴赫和雷克薩斯，也根本不知道這些代表着什麼。而這些朝鮮電視台報道的畫面中會出現這些豪車，目的應該只有一個，那就是將軍愛看。看多了將軍的豪車後，有人就會問，在朝鮮的普通民众都會用什麼交通工具呢？他們有機會開上轎車嗎？從許多朝鮮流出的影像中，我們似乎感覺大街上的朝鮮人用的最多的就是自行車，還有公交車，或者是號稱世界上最深的平壤地鐵。有人可能還會注意到一些冒着滾滾濃煙的卡車。那麼，如果你是一個朝鮮平民，你會擁有怎樣的交通工具？你的出行體驗又如何呢？下面就快訂閱 Zero 檔案 ，Zero 君將帶你走進朝鮮，深度體驗朝鮮的交通工具。你可能經常會看到三將軍在國際場合坐着邁巴赫亮相，車身周圍保鏢簇擁。不論是在朝韓會談，還是與特朗普在越南河內的會見，或者是在朝鮮國內的救災現場的專列上，無處不展現着邁巴赫的身影。但如果你就此認為將軍只開邁巴赫，那就錯了。如果你稍加關注的話，會發現將軍還曾開着雷克薩斯的豪華 SUV 在災區的洪水中跋涉。再看大胖二胖將軍葬禮上使用的靈車，都是美國的加長林肯轎車。在整天宣傳反美的國度，當幾十萬朝鮮民眾痛哭流涕為金將軍送行時，看到在這將軍靈柩的車頭上竟然赫然一個明晃晃的美國林肯車標，不知道這時的朝鮮民眾心裡會怎麼想。如果非要給個解釋，那只能說将軍是在批判性的使用美國車了吧。但是要說三将軍最愛的座駕還是邁巴赫，这是将軍的豪車中出镜率最高的。
而金家對於邁巴赫的執迷是從金正日時代就開始的。南邊的流水總統從90年代金泳30代開始就使用德系的邁巴赫 S600 作為總統專車，而在此之前的李承晚、朴正熙和全斗煥大多青睞美系的凱迪拉克與林肯大陸。北邊的太陽對於南邊幾年換一屆的流水總統並不羨慕，但對於流水總統們幾年一換的車卻非常感興趣。由於美國與聯合國对於朝鮮的制裁，金太陽們並不能輕易地從外國買到豪華轎車，但是南邊的總統有的，北邊的太陽也必須要有。於是通過各種複雜的中轉渠道，太陽們終於能開上漂洋過海而來的林肯豪車。而当二太陽看到南邊的流水總統都開上了邁巴赫時，他也學着南邊從國外買來邁巴赫 S 系列作為自己的專車。在早期，聯合國對朝鮮並沒有太多禁令與限制，當時的二太陽很容易就能獲得漂洋過海而來的邁巴赫。但是到了三將軍上台後，聯合國已經對朝鮮實施了嚴格的奢侈品禁令，但即使是這樣，也不能阻擋三将軍滿世界購買邁巴赫。金正恩擁有梅賽德斯奔馳系列中的頂級車邁巴赫 S600 衛隊和邁巴赫 S62。在與特朗普和普京舉行峰會時，金正恩乘坐這些用專機從平壤運來的轎車，奔馳在新加坡、河內和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街道上。這兩款車型都是裝甲防彈車，每輛售價都在160萬美元以上，是世界上許多國家領導人的首選座駕。坐上它出行，金將軍的安全感絕對拉滿。但金正恩與世界上許多國家領導人的一個不同之處就是，朝鮮正在受到聯合國的制裁，奢侈品進口是名列在聯合国对朝制裁清單上的，其中当然也包括奔馳豪華車。那麼，被聯合國禁令制裁的北韓是如何為他們的領袖進口來這些奔馳豪華車的呢？答案是走私來的。堂堂一個北韓的偉大領袖，竟然還要通過走私來獲得一輛奔馳車，這並不是什麼笑話，而是華盛頓高級防務中心與紐約時報經過調查得出的。他們使用包括航運記錄、船舶航行數據和衛星圖像在內的公開信息，得出了金將軍的愛車在複雜走私網絡中的路線圖。2018年6月14日，兩輛梅赛德斯邁巴赫 S600 裝甲轎車在荷蘭的鹿特丹港裝船，然後經過海陸空數千公里的旅程，穿越6個國家，最終抵達朝鮮首都平壤。在平壤，這樣的奔馳豪車的貨主顯然只會是一個人，那就是金正恩。二太陽和三太陽之所以這麼迷戀邁巴赫，除了要與南邊的總統們攀比，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安全性能極高。邁巴赫 S600 的安全性能是通過多方面的加固和改进来保證的，包括車輛底盤加固、防彈玻璃、防爆胎和防爆油箱等。S600 防彈車的安全等級達到 B6、B7， 能有效抵抗輕型軍用槍支、手榴彈爆炸等攻擊。根據公開信息，1998年，格魯吉亞總統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在一次暗殺企圖中，因乘坐的奔馳 S600 防彈車而毫髮無損。這起暗殺事件發生在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謝瓦爾德納澤的汽車車隊在一天深夜遭到機槍、榴彈和反坦克炮彈的襲擊。儘管他的奔馳 S600 防彈轎車被嚴重損毀，車身布滿彈痕，車頭幾乎被炸爛，但總統本人卻毫髮無損。這輛車達到歐洲 B6、B7 防護標準，能抵禦重型武器攻擊。襲擊造成2名保鏢死亡，4人重傷。在朝鮮，只有將軍和他身邊的官員才能批判性地使用邁巴赫豪車。将軍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更新自己愛車的版本，所以燒舊版本的奔馳車都會被將軍恩賜給那些忠誠於他的官員們。什麼？你也想和將軍一樣擁有一輛邁巴赫？請注意你的措辭，將軍並不擁有什麼邁巴赫，將軍只是批判性的使用。這可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糖衣炮彈，是用來腐化我們偉大的勞動人民的。将軍之所以做邁巴赫，是因為他鋼鐵般的革命意志，他能抵禦這種來自邪惡資本主義的腐化。他要向美帝國主義展示，即使他天天坐着資本主義的車，
他也能保持初心，堅信主體思想，毫不動搖地引領朝鮮人民走向光明的未来。實際上，在朝鮮，作為一個普通人，你想擁有一輛轎車，那幾乎都是不可能的事。你可能會覺得，在一些從朝鮮流出的影像中，平壤的馬路上也有不少的車在行駛，但是你仔細觀察的話，會發現大多數並不屬於個人擁有。在朝鮮，黑牌為軍車，白牌為地方政府車輛，而只有掛黃牌的才是個人擁有的私家車，數量極少。朝鮮的汽車主要服務於軍隊、工廠和政府機構，包括卡車、貨車、救護車等在內的全國汽車總量只有約30至40萬輛，其中私家車占比更低。傳統上，私人擁有轎車受到嚴格限制，轎車需登記在國家機構名下，個人難以完全私有。所以說，將軍的邁巴赫也是屬於國家，屬於朝鮮人民的。私家車主要集中在政府高級官員、軍隊高官及與政權關係密切的精英階層手中。這些人通常被分配进口豪車如奔馳、沃爾沃或國產高檔車作為公車或專車。部分與外國接觸較多的人員，如外交官或貿易工作者，可能通過特殊渠道獲得車輛。能夠購買私家車的普通人通常需要是國有企業的員工，並需得到企業負責人和相關部門的多重許可，難度相當之大，一般要是非常傑出的科研人員或高技術人才。朝鮮的汽車價格極高，一輛普通二手車可能高達10萬人民幣，而普通朝鮮人的年收入按官方的匯率換算僅約3000至4000人民幣。燃油和維護成本也遠超普通家庭承受能力。汽油在朝鮮屬於稀缺品，優先供給將軍的邁巴赫，所以加油站在平壤都很少見。而且如果你沒有打通加油的關係鏈，也很難加上油。沒有汽油，那麼你的車只是一堆破銅爛鐵而已。自三太陽執政以來，朝鮮有限度地放寬了民間經濟管制，由此出現了一些通過灰色市場的私營經濟積累財富的商人。從2016年末開始，朝鮮當局逐步放寬政策，允許以個人名義在人民保安省等機構登記轎車上牌。這一變化讓這些極少數的新興富裕群體能夠買到車。如果你真的通過各種渠道有了錢，想買車的話，還要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就是繁瑣的手續。朝鮮有汽車商店，但購買手續繁瑣，需經過多重審批，且價格高昂。在複雜的審批過程中，官方會嚴格審核你的收入來源。如果發現你的收入是通過不正規手段獲得的，那你不僅買不成車，你的收入也會被全部充公。所以，你還要有政府內過硬的關係，來通過重重審批，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普通人如果真的靠走私等途徑掙到了可以買車的人民幣或者美元，大概率也都是在黑市換成潮幣使用，不會用來買車。因為誰都不想因為太招摇而被盯上。正因為絕大部分人不可能擁有自己的轎車，所以在朝鮮，擁有私家車被視為地位象徵。而就算是在平壤的普通百姓，可能一生都未乘坐過轎車。你可能會不相信，因為從平壤流出的許多在街頭拍攝的視頻中，你會發現平壤馬路上也有出租車在跑。那麼想坐轎車的話，不是只需要揮手一攔就可以嗎？但事實並不如此，在平壤大街上跑的那些出租車主要是給外國遊客或者是平壤的上层人士使用的。平壤作為朝鮮對外展示的窗口城市，每年都会有不少的外國游客來到平壤觀光，他們會乘坐出租車。近年來也有不少的新興富商階級，他們對出租車也有需求。朝鮮普通居民不會乘坐出租車，因為普通人乘坐出租車可能需要解釋用途，尤其在敏感時期或地區。出租車使用也可能涉及登記或記錄身份信息，普通人可能因擔心被關注而避免使用。出租車司機會傾向於服務有官方背景或明顯經濟能力的人，出租車一般可能會只收美元或者人民幣。另一個原因是，对于普通人来說，價格實在昂貴。平壤出租車的起步費就要25美元，就算是按照2025年朝鮮官方宣傳的，平壤普通工人的官方月薪約為3萬到8萬朝幣，按黑市的朝幣對美元8000比1的匯率換算，折合約3.75至10美元。
如果平壤的普通人真的要打出租車的話，意味着一趟就可能花光1個月的工資，實在是負擔不起。而且如果你哪天真的坐得起出租車了，身為普通人的你也大概率不会坐，因為这樣会顯得高調而引來不必要的麻煩。好了，擺脫了對轎車不切實際的幻想，你現在才是一個真正的北韓普通人。但很幸運的是，你出生在平壤，所以你的選擇還是比較多的。比如，你可以乘坐號稱朝鮮人民自主研發的全世界最深的地鐵。平壤的地鐵號稱比世界上任何地鐵都深，平均深度估計在120米左右，相當於30-40層樓的高度。平壤地鐵比首爾地鐵早1年開通。1973年9月，平壤地鐵首條線路千里馬線正式投入運營。1978年第2條線路革新線開通運營。1987年第3條線路萬景台線竣工。平壤地鐵系統總長約34公里，為首爾地鐵的1/10水平。平壤地鐵主要由2條線路構成，共設有17個車站。其中，革新線的光明站在金日成逝世後被關閉停運。光明站附近有安置金日成、金正日遺體的錦繡山太陽宮。目前，平壤地鐵運營16個車站。地鐵列車通常牽引3至5節車廂，上下班高峰時間的行車間隔為5分鐘，其他時間為15至30分鐘。21世紀以前，平壤地鐵票價為2朝幣，但是後來漲至5朝幣。2012年，平壤地鐵引入交通卡，一次可充值5000朝幣，這樣不必每次購票進站，只要刷卡就能跟韓國一樣通過檢票口乘坐地鐵。如果你只在平壤市中心區域活動，你也可以乘坐地面上的有軌或無軌電車。電車的票價與地鐵類似，單程約為5到10朝幣。如果你是要去距離市中心比較遠的近郊，那麼你可以選擇公共汽車。公交車票價略高於地鐵和電車，單程約為10到20朝幣，視線路長短而定。在平壤上下班的高峰期，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會在路邊等車，而且基本上每趟車都爆滿。在朝鮮，你當然可以也擁有你自己的車，自行車。如今的平壤街頭自行車隨處可見，但其實，在1990年代之前，平壤是禁行自行車的，因為當時正開放國外記者與觀光客來訪，擔心滿地自行車被外界認為是落後象徵，為了市容考量而禁止。90年代前，平壤市關於自行車的禁令還有一項，那就是女性不准騎自行車。這項政策反反复复、斷斷續續的禁止，執行也不甚嚴格。最早是1996年金正日指示，禁止女性騎自行車。有一種說法是，騎車是蕩婦的行為，有違善良風俗，所以禁止。但是在90年代到來後，隨着蘇聯的垮台解體，失去蘇聯援助的朝鮮經濟崩盤，並發生大饑荒，大眾運輸系統亦隨之崩潰。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就顧不上什麼面子了。自行車成為平壤市民通勤上班、上市場買菜以及搬運貨物的最佳方式，自行車也就理所當然地被開放。在朝鮮，自行車上路也需要掛牌照。朝鮮推出了自行車車牌的政策，每輛自行車都需要登記且掛上車牌才能上路，並定期接受檢查。除了車要掛車牌之外，駕駛者必須要先考過駕照才能擁有自行車。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考過自行車駕照，是不允許買自行車的，而不是不許上路。就像在其他国家，汽車經常代表一个人的富裕程度與社會地位一樣，在朝鮮，自行車也成為了一個人的身份象徵。朝鮮人對自行車的品牌也有追求。朝鮮的自行車主要分為3大類品牌：朝鮮本地產、中國產還有日本產。其中最受歡迎的是日本品牌。事實上，日本品牌的電器與日用品在朝鮮也因為高品質而十分搶手，因此往來日朝間的生意人會利用各種方法運送日本的二手自行車至國內轉賣。雖然朝鮮官方對民眾一直灌輸的是仇恨日本侵略者的思想，但朝鮮人對日本商品的喜愛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意識形態。有脫北者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日本二手車的賣場總是大排長龍，日本自行車的竊盜率也是最高的。
一輛日本產的二手自行車的價格在8萬到30萬潮幣，折合約10至37.5美元。按普通平壤工人5000潮幣的月薪來算，存上1年都買不上一輛。狀況較好的日本產二手自行車可達70萬潮幣，約87美元，而全新日本自行車價格可能高達幾百萬潮幣，約上千美元，價格相當於2噸大米，對普通居民幾乎不可企及，主要由富裕階層或平壤新興的富人購買。其次的選擇就是中國產的自行車。中国產自行車因價格適中且耐用，受到平壤居民歡迎，常用於市場交易或短途出行，價格範圍在25萬到30萬潮幣，約31至37美元。這個價格對於普通平壤人來說也還算能接受。如果你工資不高，又沒有什麼其他的額外收入，那麼你只能選擇品質最次的朝鮮國產自行車了。它們的價格在3萬到4萬潮幣，折合約5美元之內。但是本地產的自行車質量非常一般，故障率非常高，所以有些人寧願借高利貸買輛中國產的或者日本的二手自行車。2005年，朝鮮開設了首家中朝合資的自行車工廠，生產黎明牌自行車，據說年產能約30萬輛，但實際產量可能遠低於此。其他國產自行車可能來自國營企業或勞改集中營。其實，朝鮮的整個自行車市場是高度依賴进口，尤其是中國和日本二手自行车。日本產自行車因耐用性和品牌效應更受歡迎，市場占比為 80%。這幾年在平壤也出現了電動自行車，它們的價格換算成美元，大概在500至600美元。對於平民來說是天價，但由於受電力供應限制，普及率較低。說到這裡，有人可能會問，如果我要去地方旅游怎麼辦？很遺憾，你並不能隨意出入平壤，因為在朝鮮，政府對民眾的國內移動實施嚴格管控，平壤居民也不例外。居民需要獲得當局的許可，通常是旅行證或通行證，才能離開平壤前往其他城市或地区。要獲得這種許可，必須要有明確的理由，如工作任務、探親或官方活動。純粹的旅遊或個人興趣旅行對普通公民來說幾乎不可行。在朝鮮境內設有多個軍事和警察檢查站，尤其是在省界、縣界和重要城鎮入口。旅行者需出示身份證件和旅行許可，平壤居民也不例外。在朝鮮，只有被認為政治上可靠、忠誠於政府的家庭才能獲得在平壤的居住權。平壤居民被視為精英階層，享有相对較高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但这並不意味着他們可以自由移動。相反，政府可能對他們的行動更加警惕，以防止信息外泄或意識形態污染。而如果你真的搞到了可以走出平壤的通行證，想要看一看平壤以外的世界，那麼你唯一可以選擇的長途交通工具就是火車。朝鮮鐵路運輸到底有多糟糕呢？可以說是糟糕到了三將軍自己都看不下去的地步。金正恩在2018年首次朝韓峰會期間有這樣的講話：如果文在寅總統來訪，我真的很擔心他會因為我們糟糕的交通系統而感到不便。去過平昌奧運的人都說平昌高鐵很棒，在南方這樣的環境下生活過之後，來到北方真的太丟臉了。三將軍之所以對朝鮮的鐵路交通會有如此深刻的認識，那是因為他確實是朝鮮鐵路的重度體驗者。金家三代胖都非常喜歡乘坐火車外出訪問，世界上每個國家的領導人幾乎都有自己的專機，金家當然也一樣。但是為什麼金家三代胖都不願意坐專機呢？或許是因為金家三代都有恐高的基因吧。金家三代胖出遠門基本上都坐專列。金日成在1984年乘專列訪問了幾乎每一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火車先進入中國，途經蘇聯、波蘭、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最後再經過蘇聯。金正日2001年訪俄時乘坐的列車長達22節。據報道，列車極盡奢華，定期提供從巴黎空運來的活龍蝦與名貴葡萄酒。
金正日在2009年使用了由90节豪华防弹車廂組成的6列专列，每輛防弹列車都部署有衛星電話等現代化通信設備，使領導者能夠在行駛時接收匯報和發布命令。列車上有應急的直升機，隨時應對射日狂人的偷襲，以便在危急時刻能逃出升天。每次出行訪問還會帶上好幾輛將軍心愛的邁巴赫，讓將軍無論走到哪裡都有愛車相伴。但即使是如此豪華的專列，也得忍受朝鮮破敗不堪的鐵路系統。2019年2月，金正恩乘專列出席河內峰會，會見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金正恩專列從平壤出發，經過丹東，慢悠悠穿過中國，前往越南河內，全程大約4000公里，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境內。他的專列繞過北京，途經天津、保定、石家莊、鄭州、武漢、長沙、南寧等地，以60公里的時速，歷時60個小時抵達越南。不要認為60公里的時速很慢，這其實已經達到了金正恩專列設計的最高時速，因為平時在朝鮮境內，專列的速度要遠低於60公里。2019年1月，金正恩訪華並搭乘太陽號專列返回時，據說從新義州到平壤需要整整11個小時，而平壤與新義州之間的距離僅為225公里，換算成平均速度僅20公里每小時。究其原因，是朝鮮的鐵路真的很爛。試想，就連金將軍的專列都是這個速度，那麼普通人坐火車的話，會是多麼糟糕的體驗。事實上，造成朝鮮火車只能低速運行的原因主要有2個，其中一個就是鐵軌年久失修，有些鐵軌甚至枕木都已不見。苦難行軍以後，飢餓的朝鮮居民不僅偷走了鐵軌和電線，還偷走了固定枕木的釘子，以換取可以果腹的食物。事實上，在大饑荒時期，鐵路上的金屬部件幾乎被飢民們偷了個精光，全部當作廢金屬出售。後來修復時都是直接就地取材，用木頭做成鐵軌枕木，而且也沒有用枕木生產所需的化學品和材料進行處理，很容易腐爛。在情況稍微好一些的地區，會將融化的輪胎材料切成整齊的方塊後作為枕木，而在大多數地區，只是簡單的鋪上木頭。隨意鋪設的枕木讓軌道間距不均勻，而且由於年久失修，軌道上也布滿了鏽跡。特別是在平壤以南的地區，火車司機實際上是冒着生命危險駕駛線路，因為如果火車脫軌傾覆，你可能會喪命，即使你僥幸活了下來，也可能會被槍決，所以你的行駛時速只能控制在20公里左右，祈禱不要出現問題。此外，由於在遠離平壤的地方電力無法正常供應，也導致火車運行緩慢，這種情況在苦難行軍期間更加嚴重。即使在艱苦行軍之前，平壤至青津段也需要約24小時。據推測，出現這一問題的原因是北韓鐵路線上缺乏變電站，無法設置雙線鐵路，只能採用單線鐵路，這就導致貨車在行駛過程中需要不時讓路。據稱，平壤至惠山段700多公里的路程通常需要24小時才能行進，在電力條件不佳的情況下，則需要10多天。平均下來時速在3公里以下，比成年男性的步行速度還要慢。在電力和糧食嚴重短缺的時期，冬天火車甚至會在車站以外的地方停靠，經常發生乘客被凍死的情況。據脫北者描述，曾聽說有退伍士兵被發現餓死在火車上，因為火車走走停停，整整開了2個星期，但他們的食物都吃完了，最後都餓死了。所以如果你要乘坐火車出遠門，那就必須帶上足夠多的食物，防止在到達目的地之前自己被餓死。但就是這樣落後的火車也會被搶着坐，而且票價也不便宜。據報道，截至2016年7月1日，咸興惠山線火車票價已上漲10倍，從800朝幣上漲至8000朝幣。2018年，平壤惠山線火車票價更是從6500朝幣飆升至15萬朝幣。這只是名義上的政府價格，實際上，據說經濟困難的車站工作人員為了撈錢，將車票價格抬升至政府價格的20至30倍，在黑市出售。當然，如果你不想花錢的話，也可以偷扒火車。
有很多窮人會在火車在荒郊故障停靠時偷偷搭火車，就像在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假日列車一樣，人们會抓住机會把車廂擠得滿滿的，爬到車頂上的情況很常見。每個窗戶都擠滿了人，有的坐在窗框上，甚至車頂上也擠滿了人。結果，由於機車老化、供電不足等原因，原本就運行困難的機車在上坡時可能因超載而倒溜，或者因剎車失靈而無法採取任何應對措施而發生打滑。據稱，在2023年12月，一列從平壤出發前往咸鏡南道的客運列車，因大雪和電力不足而無法翻越陡坡。儘管採取了剎車，火車還是被推倒，脫軌並滾下山谷，造成數百人死亡。據悉，翻車的火車上擠滿了400多人，屍體嚴重受損，呈焦黑狀態。即使是被運送來的重傷員，也因抗生素、退燒藥等藥品短缺而無法得到妥善救治，大部分人在醫院去世。事故造成的損失十分巨大，即使到事故發生1個月後的2024年1月底，遺體處理小組也很難完成工作。所以，乘坐朝鮮的火車，你的命一定要過硬才行。而當你坐着破破爛爛的龜速火車終於駛出平壤郊區後，你會發現這裡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這裡基本上沒有鋪裝的馬路，更多的是土路。在這裡也幾乎看不到轎車，因為轎車在朝鮮除平壤以外的地方極其稀少。如果有輛車開進某個小地方或者農村的話，會被一群人圍觀半天。當你離開平壤城區來到郊區時，你就會發現路上多了冒着濃煙的卡車，這就是朝鮮神車，柴動力新能源汽車，俗稱木炭車。木炭車是不被允許進入平壤城區的，因為濃煙滾滾，實在是影響平壤這個朝鮮對外窗口的形象。這種畫面要是被來旅遊的外國遊客們傳出去，金太陽的臉面往哪放？但這種冒着濃煙、觀感不太好的朝鮮木炭車，卻是在平壤之外屬於主力的交通工具。在平壤之外的馬路或者土路上，你會經常看到這樣的場景：一輛卡車引擎熄火停在了路邊，車斗上的乘客們紛紛下車在路邊等待。他們都是付過錢的乘客，他們有的是去城裡辦事，有的是去城裡醫院看病。司機從駕駛室跳下，爬上車斗，和助手一起朝車斗上的爐子裡加柴。過了一會，滾滾的煙霧升起，司機爬回駕駛室發動引擎，乘客們又爬上卡車去往他們的目的地。這是朝鮮公路上常見的景象。這種特殊的柴能源汽車正是朝鮮流行的木炭車。這種車有個學名叫做木氣化車。不同於使用內燃機的現代汽車，木炭汽車使用的是一種叫做木材氣化爐的設備來提供動力。其原理很簡单，就是將木炭木柴在特制的爐子內於缺氧環境下燃燒，由此氣化，以產生氢氣和一氧化碳。之後，這些氣體經過冷卻後，會進入汽車發動機內，作為燃料燃燒並驅動發動機。只需要對普通的燃油汽車稍加改造，增加一個這樣的燃燒爐，一台極致省油的木炭汽車就誕生了。這一技術曾被廣泛地運用特殊時期。二戰期間，由於戰爭的封鎖，在能源匱乏的情況下，歐洲各國就大量使用了木炭汽車。僅在德國，約有50萬木炭汽車被投入使用，一直到戰爭結束。木炭汽車雖然省油，但缺點也很明顯，那就是使用維護麻煩，經常容易熄火，並且需要司機定時下來照看爐子，因此經常出現開着開着就要下車添加燃料的情況。除此之外，對于木材也有要求，不能隨便從路邊撿來木頭樹枝就能燒，因為有效的氣化要求木材中的水分少於 20%。而最大的缺陷是動力較弱，基本上只能維持在每小時30多公里的時速。開啟木炭汽車來真不是件輕鬆的事，如果遇到上坡，可能無力前行，需要乘客下來幫忙推車。一般情況下，木炭汽車都是卡車，兼具載人載客的功能，乘客們就坐在車斗裡，而他們也會協助司機照看爐子和收集燃料。比如大約每跑20公里左右後，需掏出爐灰再把木炭放進去，以保證汽車的持續運轉。
一趟路程下來，坐在車斗裡的乘客不僅個個被烟燻得灰頭土臉，而且遇到上坡還累得半死。據說朝鮮的卡車司機在當學徒學車的時候，有一半的时間都是在給司機照看驢子，當免費勞動力。那麼，朝鮮為什麼會大量使用這樣效率不高且遭罪的木炭車呢？答案很簡單，就是缺油。朝鮮極度缺乏能源，尤其是化石燃料。除了軍事单位和少数特权人群外，普通人很难用得起汽油。本土資源匮乏之外，經濟封鎖更令朝鮮的狀況雪上加霜。其實，曾經的朝鮮並不缺乏能源。上世紀60、70年代，朝鮮曾与日本并成為亞洲的2個主要工業國家，人均 GDP 一度超過中國、韓國，是東亞地區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但這樣的經濟飛升離不開蘇聯的援助，尤其在60年代後，朝鮮利用中蘇交惡的局面，在2個大國間左右逢源，成為了中蘇都要拉攏的對象，由此撈了不少好處，獲得了很多援助和貸款項目。而所謂貸款，其實就是無償。但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蘇東劇變和蘇聯解體，讓朝鮮形勢急轉而下，由黃金發展進入到了苦難行軍。在這樣的背景下，朝鮮必須要千方百計想辦法去保證能源和資源的供應。有限的燃油必須優先供應給部隊和將軍的邁巴赫。為此，朝鮮開始發展出了木炭車，朝鮮人民也體驗了一把科技倒退的成果。因為國際制裁，在油價上升的情況下，木材的價格也会隨着汽油和柴油的價格上漲。一些司機甚至使用涂有廢油的玉米芯為卡車提供動力，只因為玉米芯和廢油比木頭更便宜。儘管木炭動力汽車速度慢，乘坐體驗一言難盡，但對於負擔不起高昂油價的朝鮮人民來說，它依然是一種廉價、親民的交通工具。除了木炭車，在平壤以外的地區最多的當然是自行車。在平壤以外，如果你只是一個普通人，按照官方宣傳的普通人月工資，通常在2000到5000朝幣，按黑市匯率換算約0.25至0.625美元。農業地區的收入可能更低，而且部分會以食物如糧食等支付，實際貨幣收入可能只有1000多朝幣。按照這個收入水平，要購買最便宜的，價格在3萬到4萬朝幣的國產自行車，也最少要存上1年多的錢。有人也會選擇去黑市裡買二手的朝鮮國產自行車，但是質量非常堪憂。日本產或中國產自行車價位在10至37美元，幾乎不可企及。當然，平壤之外的朝鮮人中，不少人不僅僅只是靠分配的工資，比如與中國接壤的邊境地區平安北道和咸鏡北道，這裡因為與中國之間進行的走私非常活躍，所以從事走私貿易的小販們收入相對較高，按黑市匯率可能每月有10至50美元。這些人購買朝鮮國產或中國產自行車相對容易，需幾天至1個月收入。價格在10至87美元的日本二手自行車對他們也是可行的選擇，尤其是那些要用自行車來長期運輸貨物的小販們。很多從中朝邊境的中國一側拍攝的畫面中顯示，與中國接壤的朝鮮邊境地區，有不少人都擁有質量好的日本自行車和中國產的自行車。像在青金和咸興這樣的工業城市，也有一定市場活動。這裡的小販們收入水平略高於農村，但低於邊境地區，約5至20美元每月。這些人要買一輛5美元左右的朝鮮國產自行車，仍需1至2個月的收入；中國產或日本二手自行車則需數月至1年收入，仍然是一筆重大的經濟負擔。剩下一些內陸的農村地區的人收入極低，很多人甚至依靠以物易物，月收入可能也僅僅只有1至5美元，或只被分配到等值的粮食。農村地區交通不便，使自行車更重要，但農村人的低收入水平使購買難度更大。農村居民可能通过以物易物，用糧食換自行車或借高利貸購買，因為擁有一輛自行車意味着可以運送貨物到市場，賺取一定收入。很多農村低收入居民也願意冒險投資。除了自行車，在朝鮮的農村地區還會看到有很多牛車，
相比於需要花錢購買還會折損的自行車，牛車的成本只需要每天餵點草，幾乎不需要什麼成本。所以，如果你是一個降生在北韓的普通人，你覺得自己會擁有怎樣的交通工具呢？是將軍的邁巴赫，還是一輛破舊的二手日本自行車？